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甄妍。在涉及中共高層權力重組與連任議題的21大前夕，東南海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地震。官方公布的纪檢監察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數高達53.8萬件，立案的省部級及以上官員人數同比暴增。而被正式處分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更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以上。這種落馬官員呈爆炸式增長的奇觀，揭示了中共內部政局的極度動盪與不安。這場打着反腐旗號的大整肅，其殘酷程度早已超越當年蘇聯的斯大林時期。其根本目的在於清除一切可能威脅其個人絕對獨裁與終身執政的潛在對手。然而，這種以龐大特務機構對官僚體系進行的無差別絞殺，不僅未能鞏固其統治，反而讓中共體制內陷入了嚴重的眾叛親離。從紅二代到其一手提拔的習家軍核心，如馬興瑞、張又俠等人因缺乏絕對忠誠而遭打壓，絕大多數官僚已在事實上轉化為內心的政敵。在殘酷的專制政治環境下，中共官員靠着兩面人傳統苟延殘喘，表面屈從集體躺平，暗中則秘密串聯，謀劃出路，甚至等待時機發動致命一擊。這種憤怒如潮的集體怨恨與內建反共圈子，正醞釀着體制內部的巨大變局。正如歷史上齊奧塞斯庫氏集權政權的驟然倒塌，中共正走在一條通往末日崩潰的道路上。正因內部危機四伏，統治基礎全面動搖，北京當局才急於在外部高調宣揚軍力，頻頻發動灰色霸凌，試圖用外強中乾的戰狼姿態來掩蓋其內部虛弱的紙老虎本質。中共近年急於打破第一島鏈的戰略封鎖，將軍事觸角快速延伸至遠洋與陸地邊境，但在其極致考驗後勤與地緣環境的前線部署中，暴露出一連串難以克服的體系硬傷。根據美國福斯新聞專欄作者、美國退役陸軍中校羅伯特·馬基尼斯日前發表的分析，中國廣州附近一座大型的造船廠正在建造一艘長約270米的超大型海軍艦艇，現在船體已初具規模。外界普遍推測，這艘新艦很可能將成為全球噸位最大的航母編隊綜合補給艦之一，更引發國際社會對印太地區安全局勢的關注。要知道，這類排水量數萬噸的後勤巨艦，核心使命就是為航艦戰鬥群與遠洋驅逐艦提供燃料、彈藥及補給，使其能脫離本土母港的距離限制，在遠離大陸的海域維持長時間的戰略存在。結合中共在非洲之角吉布提建立的海外軍事基地，對柬埔寨雲壤海軍基地的深度控制，以及近年透過商港經營與基礎設施投資，在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及中東關鍵航道布局的雙用途港口，外界認為一套意圖涵蓋全球主要海上生命線的支援網絡正在形成。然而，這套看似龐大的全球投射藍圖背後隱含着致命的戰略脆弱性。一方面，戰時的海上後勤比平時的港口停靠複雜數倍。中共雖然擁有全球最大的商業造船產能，但其海外保障節點高度依賴脆弱的商業航道與租借港口。另外，在面對美軍及其盟友強大的水下打擊與遠程精準打擊體系時，這些缺乏強大防空保護的海外基地與補給艦，在衝突初期就會成為顯眼的優先打擊目標。一旦海上補給線被切斷，孤立無援的遠洋艦隊便會迅速喪失持續作戰能力。在陸地邊境，中共同樣急於展示其軍事威懾力。美國衛星影像清晰地抓拍到，多達12架殲20匿蹤戰機集中出現在新疆與西藏的高海拔前沿基地，將最先進的5代機大舉推向中印邊境。表面上是向印度及周邊國家釋放強硬的政治訊號，實際上卻直接踩入了高原環境的物理與後勤陷阱。
新疆與西藏的戰術機場平均海拔極高，空氣稀薄，導致航空發動機的進氣量大幅下降，推力隨之嚴重衰減。為了在有限的跑道長度內安全起飛，殲20不得不做出極大的戰術妥協，大幅減少內部油箱的燃油搭載量，或是減少主彈艙內的重型空對空飛彈。這意味着原本標榜大航程、強打擊的五代機，在高原上直接被閹割成了短腿少彈的防空哨戒機。而且五代戰機的機身逆蹤塗層、先進有源相控陣雷達以及複雜的電戰系統，對溫濕度變化與地面維護環境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高原地區晝夜溫差極大，強紫外線照射以及頻繁的沙塵天氣會加速機體塗層的老化與損壞，對地面維護保障團隊帶來巨大的壓力。中共為了配合戰狼宣傳與地緣恐嚇，強行將高精尖裝備推向環境極端的戰術前線，再次暴露了其政治需要高於科學規律的體制弊病。這種依靠硬推高風險部署打造出的前線威懾，非但無法在真實的高強度衝突中提供穩定的空中優勢，反而會將自身最昂貴的戰術資產消耗在繁重的日常維護與物理限制之中。近年來，中共空軍借由中東媒體、阿拉伯防務網等外媒報道的排位，以及剛上任的共軍發言人陳希所謂“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轉型論調，在各大軍事專欄與戰狼粉紅圈子裡激起了狂熱自嗨。更有名嘴狂言美軍 AIM-260不如其霹靂16，喊出2030年前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空軍的口號。然而，這套靠宣傳單頁堆疊出來的數字榮景，根本經不起客觀實力與現代空戰發展規律的檢驗。中共所謂的全球第一，不過是海市蜃樓。美軍目前光是頂尖五代戰機就擁有160多架 F-22A 以及超過500架 F-35A， 並配備100多架大型空中加油機。反觀中共，其全力吹噓的殲20总數至今估計仍落在300架左右，即便最樂觀，預估也難以跨過500架門檻。現在五代機殲35才剛起步，而作為遠程兵力投射關鍵的運油20，其數量與操作經驗，在美軍龐大的加油機隊面前更是小兒科。美軍飛行員的年平均飛行時數遠高於共軍，更重要的是，美軍擁有從波斯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到近年中東精準打擊行動所積累下的數十年成建制實戰經驗。中共空軍幾十年衛立戰火，其跨軍種、跨平台，在複雜電磁環境下的實戰體系協同能力，是一條短時間內絕無法靠口號填補的鴻溝。美軍也早已看透中共這種過度依賴單機性能與飛彈射程的軟肋，並據此部署了新時代空戰邏輯——超級殺傷網。傳統打擊鏈只要其中一環被切斷就會失效，但超級殺傷網將空中預警機、隱形戰機、無人機、陸基雷達與盟軍戰術資料鏈全部網絡化。網域中任何一個節點捕捉到微弱訊號，資訊會瞬間在全網去中心化分享。美軍或盟軍可以在最安全的遠端直接引導飛彈進行飽和打擊，實質上廢掉了中共企圖依靠單機性能或王牌飛行員搶奪台海制空權的算盤。對於台灣而言，烏克蘭的實戰經驗更是一份史詩級的建軍密碼。台灣目前操作着全球密度最高的防空飛彈網，包括愛國者3型和天弓3型，並邁向擁有205架 F-16V 的現代化大機隊。只要打破軍種壁壘，將 F-16V 配備的 APG-83、ISA 雷達與地面防空飛彈網進行毫秒級火控級數據共享，搭配台美 LVC 聯合作戰訓練系統與主動電子誘餌，就能構建出一座橫跨陸海空的數位防空大壩。根據國際能源署等機構的分析，在稀土、石墨、加鍺等高端國防裝備與高科技產業不可或缺的關鍵礦物上，
中共掌握了全球70%甚至接近90%的精煉與加工產能。這些戰略材料廣泛應用於精準導引飛彈、航空發動機、相控陣雷達、電子戰設備及各類高端傳感器。北京當局自以為掌握了現代國防工業的命脈，近年頻頻對部分關鍵材料實施出口管制，企圖以此脅迫美、日、歐等民主國家在政治與地緣議題上妥協。然而，這種脅迫手段直接踢到了鐵板。日前，美國、歐盟、日本、澳洲及加拿大等國迅速達成共識，加速推動關鍵礦物的採掘與精煉多元化，透過投資有案外包，重啟本土礦業與建立戰略國家儲備，逐步削減對中共加工能力的依賴。當自由世界建立起獨立於中共體制之外的戰略資源循環網絡，中共手中的稀土牌與礦物禁運牌將迅速失效，反而讓其自身失去了重要的外匯來源與全球供應鏈信任。在高端科技與太空戰略領域，中共同樣試圖透過國家資本打造科技自主的假象，但其核心技術依賴外部的脆弱本質依然沒有改變。中共近年雖然砸下重金擴張成熟製程芯片的產能，並將其大量應用於軍用車輛、雷達與部分基礎武器系統，試圖降低外部制裁的衝擊，但在決定現代軍事 AI 演算、高階電戰雷達與精準火控系統的最先進半導體制造領域，中共依然面臨西方技術封鎖的鋼鐵高牆。在極紫外光、微影設備、高階芯片設計軟件及核心制造材料方面，中共完全無法擺脫對海外民主國家的技術依賴，缺乏高階芯片的自主供給。中共所有關於人工智能軍事化與6代機 AI 自主作戰的宣傳，本質上都是缺乏硬件支撐的空中樓閣。在正面硬剛、敵不過民主陣營的情況下，中共轉而大肆運用低成本、見不得光的灰色地帶戰術與超限戰滲透。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近期查獲13個涉嫌由中共情報網絡操控的虛假網站，這些網站偽裝成商業顧問公司或獵才平台，利用 AI 生成的人物頭像、偽造履歷及專業社交平台賬號，鎖定持有安全許可的現任及前任美國軍事、政府與國防產業人員，試圖建立聯繫並搜集敏感資訊。這起案件反映出中共情報部門正同步運用傳統間諜活動、網絡攻擊、經濟滲透及影響力作戰等多重手段，試圖補足其在國防科技與原創研發上的先天不足。美國 FBI 已多次將中共列為反情報工作的首要威脅。這種無孔不入的滲透行為，促使西方國家全面升級國防承包商、關鍵基礎設施與政府機關的人員安全審查，建立起嚴密的防禦圍牆，使其竊密管道被逐一堵死。與此同時，在南海，中共將海警與民船武裝化，在仁愛礁與仙賓礁海域頻頻制造流氓式的暴力衝突。在台海，中共對台灣的灰色地帶施壓更到了變本加厲的地步。根據海巡署數據，中共海警與科研船在台灣周邊爆量暴增，部署公務船一度逼近130艘，強行廣播盤問過往商船，企圖營造中共管轄台灣專屬經濟海域的假象。值得關注的是，一艘頻繁換皮、前身為大發號的全一輪永恆號，長期在屏東方山與恆春海底電纜區慢速漂流。最近更與吃水異樣的祥瑞號近距離接觸後，關閉或偽造 AIS 定位訊號，一路踩到台南安平正西外海24里，直至侵入台灣領海基線。國安專家指出，這種由公務船與岸船交織的假執法真圍台的行動，是中共企圖在不觸發全面戰爭的情況下，一步步切斷台灣海上運補、封鎖能源命脈的蟒蛇戰術。面對中共將海警與民船武器化的野心，美國與盟友迅速調整戰略，做出重磅回應。美國海岸防衛隊首度正式派遣巡防艦與執法小組進入西太平洋。
美軍將海巡力量直接併入整體印太戰略威懾體系，公開向北京畫下紅線。海岸執法與灰色地帶不再是中共單方面威壓鄰國的法外之地。中共近年來對內對外的戰狼行徑，本質上都是在掩蓋其內部大清洗造成的官場動盪、人口老化、經濟衰退以及缺乏現代實戰經驗的致命困境。西方國家與民主陣營已不能再將造船視為單純海軍問題，芯片視為經濟問題，間諜視為執法問題。中共是一個靠威嚇與謊言維持統治，連基本尊重都不懂的政權。任何幻想與談判換來的絕非和平，而是陷阱。美日台歐韓澳非等民主盟友唯有深化防務合作，重建國防工業基礎，以強大的實戰韌性築起鋼鐵防線，才能徹底擊碎中共的集權野心，捍衛印太地區與全球的和平與繁榮。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